女孩在客厅发现诡异的是，年幼的表弟似乎快要挣脱牢笼。她回头看了看厨房，又想起表弟平时极其吵闹，一个可怕的想法油然而生。5分钟后，她悄悄来到2楼，而表弟已经爬到了泳池边缘。但眼看着亲表弟即将落水，女孩的嘴角却露出一丝笑容。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女孩的姑姑及时发现了孩子，身后的姑父也闻声赶来。她焦急地责怪男人没责任心，可姑父也非常的奇怪，自己明明将她放在婴儿笼里，此时任凭她如何做出解释，女人只生气地抱着孩子离去，而男人的目光却有所发现，泳池边缘居然有颗零食，这更加令他匪夷所思。在姑父的记忆里，零食明明被自己放在了厨房，并且奇怪的是门锁也故意被人打开。等到了晚上，一家人聚一起吃饭，作为被收养的亲侄女黛西备受着姑姑和姑父的疼爱。可今天奇怪的事接连发生，当姑姑刚离开饭桌上，黛西就有意问起两人感情，姑父连忙回答没问题，可这么明显的刺探也让姑父产生了一丝怀疑。第二天，黛西去往学校，却没想到下车时发现了一个海报，听姑姑说这是姑父为她找的新学校，黛西立刻意识到有问题，难道是姑父已经怀疑自己了？尽管内心十分不满，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。然而今天烦心事还不止这些，课堂上老师介绍了一位新同学，可奇怪的是，这位新同学从坐到课桌上的那一刻，就好像有一针对黛西一样，时刻将目光锁定于他，这让黛西也感到十分纳闷。熬了一天后，终于来到舞蹈课，可黛西却因为身体原因，摆出的动作显得极其僵硬，被老师要求换替补员上阵。坐在一旁的他瞬间恼火，自己明明还要争夺啦啦队的队长，难道就让这替补员破坏了计划？想到这里，他越来越不服气。等到舞蹈课结束了时，看着替补员心情美好的打招呼，自己还需要假装很开心，这让黛西心中有了个新计划。第二天，他就来到了替补员家门外，看着楚楚可怜的狗狗，他的眼神变得极其坚定，接着便将狗狗牵到了森林里，拿出了从家里头拿出来的匕首，而这只可爱的狗狗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。可他千算万算，姑父在整理房间时意外发现了这把匕首，但这明明是自己收藏的物品，于是他将黛西喊到身边，借着为黛西学业重要为由，称已经给他报上了另一所学校，那里风景优美，老师齐全，并且学校还能提供住宿，这让黛西立刻心生不满，死死握着橘子，但他仍然摆出一副开心的模样，对于两人表示极其的感谢。等回到了自己的卧室，这才发现匕首被姑父拿走，这一下事情显然不简单了。无能狂怒不是他的作风。来到梳妆台前，黛西很快有了计划。到了晚上，他悄悄来到2楼，打开了遮阳窗帘，发现姑父正在修理车子，他的眼神变得瞬间凝固，回想起多年前为了奖牌亲手将同学推下悬崖，以及那个针锋相对的保姆惹怒自己后被焚烧的下场，甚至就连自己的父亲，他也敢亲手偷偷打开燃气谋害，而这就是黛西真实的一面。第二天，黛西帮忙切着黄瓜，而姑父在做饭时，孩子突然来了电话，情急之下只好让黛西看着灶台，可黛西哪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，她将锅内倒入大量的油，只要锅一热就有好戏看了。接着她再给灶台加大火力，等屋内的姑姑发现异样时，姑父已经正在厨房里急得抓紧灭火，眼看家里被闹成这样，妻子不停地指责着他，而此时的黛西装起了好人，连忙拿出道具沙尘上前扑灭火势。面对妻子的指责，姑父忙说让黛西帮忙照看的，而黛西却一口表示自己根本没听到。正当他要和黛西争执时，姑姑叫停了两人的吵闹。此时的姑父也深感无奈，可他现在面对的仅仅是这个大侄女的第一步。到了深夜，姑父仍在修理车子，而黛西却带着一杯饮料赶来，先是夸赞着姑父勤劳能干，随后便说出自己偷拿匕首的事，全然一副知道自己错了的样子，向姑父表达着深深的歉意。眼见如此，姑父也无可奈何，欣然接受了黛西的道歉。可他哪里会想到这只是开始，等黛西走后，他仍在修理，可此时灯光却突然被人关闭。起初他还以为是妻子过来看自己，但眼神四处搜索却没有发现，这时一个人影突然掠过，就当他想一看究竟时，千斤顶突然消失，他的大腿支撑着整个车子。一时迷离时，一道人影闪过，他仿佛看到了黛西，却又无法十分确定。最终他陷入了昏迷。而此时的黛西已赶来同学聚会，假装自己整夜都在同学家，直到同学母亲突然开门，告诉他家里已经出了事，他这才赶到医院安慰姑姑。好在姑父只是陷入昏迷，只是腿脚受到了重伤，可此时的黛西却犯起了愁。这几天他过得都很忐忑，每天安慰自己或许姑父会变成植物人，可随后姑姑就告诉他一个消息，经过他每天不停的照看，姑父已经从医院苏醒。听后的黛西也强压着慌张，可姑姑又说姑父马上就要回家了。此时的黛西瞬间有些慌了，但好在有件开心的事情，替补员因为狗狗离去太难过，老师担心他发挥失常，于是便让替补员挺上舞蹈课。而这样一来，黛西的队长也有戏了。当老师询问谁想担任时，黛西连忙举起手，认为自己跳了2年完全可以担任。然而就在他上台发表竞选演讲时，却发现门口出一个身影，那个新同学一直盯着自己。等到黛西已经演讲完毕后，回头一看，新同学又消失不见。黛西还以为
为自己眼花看错。可直到放学时，女同学亲自找了上来，黛西连忙询问怎么了。可新同学好似特别了解她，因为刚来学校就听说过黛西，她身边的人全部离奇死亡，同学们都认为是巧合，可她却觉得这是黛西谋害的，甚至她还怀疑替补员狗狗的死因大概率是因为黛西不满被换下，她并要求黛西告诉自己一个真相。然而黛西一听简直觉得有病，真相怎么可能告诉给你听，连忙让新同学赶紧滚远点。这一巴掌可不简单，黛西立刻摆出委屈的样子，引来男同学来帮自己。没一会儿，新同学就被老师骂走了。然而黛西可不会这么放过他。第二天课堂上，大家做着卷子，而黛西的眼神却看向替补员，眼神里暗藏着无尽的敌意。趁没人在桌下悄悄发送信息，一收到消息的替补员立刻打开手机，看到是黛西发送过来的，两人的眼神给了一个示意。替补员就这样直接点开了信息，可点开后却是一阵闪烁的视频。此时黛西顺手拿走地上的手机，再假装成非常关心替补员的样子。原来替补员有先天的羊癫疯，黛西通过闪烁光明使其发作，最终同学就志不及时没了呼吸。一旁的新同学简直是看傻了眼。可不久后，替补员母亲就来找麻烦。虽然女儿的死因她无从说起，但她找到了狗狗去世那天的监控。等姑姑点开录像一看，这才发现竟然是大侄女黛西。视频清晰记录了她如何带走狗狗。此时的姑姑被吓了一跳，回家后就来到黛西卧室，质问她那天为什么要谋害狗狗。起初黛西还要狡辩没有，可当姑姑说完有录像为证后，黛西也只能开始编造。 God, okay, I'm sorry. All right, cut that. I let her dog out. Okay, I wanted to be dance captain so bad. 好一番诡辩，黛西只承认了一半事实，全然忽略了自己毒害狗狗。姑姑听着黛西一边哭一边说，以为这就是真相，赶紧上前安慰。为了表达大侄女的歉意，她特意带着黛西来替补员的墓前，给替补员说一声抱歉。第二天，黛西刚回到家里，刚准备上楼就被姑姑喊住。姑姑摆弄着家里的家具，告诉她姑父明天就回家养伤，并且还请了一位专业的保姆，只要1个月后腿伤就能康复。听后的黛西强忍着慌张，等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，她的双腿不停地抖动。如果姑父当时看到了自己，那岂不是自己就快完了？她拿着一个塑料袋盖住脸，试图让自己恢复平静。到了下午，姑父就坐着轮椅回来了。楼上的黛西招手表示欢迎回家，而姑父的眼神却似乎藏着恐惧。可姑父究竟知道不知道呢？黛西赶到楼下过来试探，但姑父却像没事一样和她打招呼，这让黛西有点不理解了。毕竟修理车子的车库很小，姑父没理由看不到自己。难道是姑父故意有所隐瞒？于是第二天趁着姑父在晒太阳，而保姆恰好有事要离开泳池时，黛西端着一杯咖啡，也假意赶过来晒太阳。然而20分钟过去之后，一丝凉风吹向了泳池，姑父感觉到对身体不好，毕竟腿上不能受到寒意。他呼喊黛西扶自己回到屋里，可黛西却假装打电话，丝毫不顾姑父的呼喊。直到他只能伸手够轮椅时，却一不小心瘫软在了椅子上。直到保姆听到声音才赶了过来。此时黛西又假意朝着姑父边上走去，佯装出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，扶着姑父回到了轮椅。而这一操作皆是黛西故意为之，他就想摸透姑父的底细。然而事实也不出乎所料，当黛西晚上过来送食物时，姑父一把抓住了他。I love my wife, and she loves you. So hurting you hurts her, and I don't want that. 很明显，姑父知道是黛西拿走千斤顶，但看在姑姑爱他的份上，他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：只要黛西过段时间去寄宿学校，让这个家庭变得安静下来，那他就可以既往不咎。如果不同意，那就鱼死网破。听后的黛西也只能暂时答应。可我们的反骨女主黛西又怎么会受到别人的胁迫？深夜悄悄来到姑父和姑姑房间，正好发现了床上的电脑。原来姑妈早已经上网开始查询，从那天发现录像的事情后，她就开始在网上了解青少年的心理。而黛西正好拿着电脑做了一份心理测试，果不其然，经过答题之后，她的结果是有精神大病。只是黛西并没有因此难过。第二天，姑姑要去找位老朋友，临走为了安全，将带有摄像头的玩具熊放在屋里。很明显，姑姑也对大侄女开始有了怀疑。而这次她要拜访的正是关键人物，当年黛西在谋害父亲时被黛西借刀开枪的农夫。这是影片的第一部，如果没看可以翻我的视频。而姑妈此行正是要弄清楚当年自己弟弟是不是真有精神病，所以才拿枪对着自己的女儿。而事实也果不其然，根据农夫脑海里的回忆，他依稀记得父亲一边拿着枪，一边好像在说自己女儿有毛病。但当时黛西情况危急，他顾不上询问太多，就开枪了解了父亲。听后的姑姑陷入一番沉思。可就在两人探讨这些时，黛西也来到了姑父的房间。当看到摄像头玩具熊后，他当着保姆面将摄像头对准墙壁，随后又从保姆口中得知马上就要下雨了，保姆要提前回家。这可把黛西高兴坏了，她顺手就拿着桌上姑父的手机。等到姑姑打电话过来时，手机已被黛西控制，打再多次也没人接听。此时的黛西早就有了大计划，为了同时除掉2个目标，她先打电话给新同学，邀请他一起来家中喝咖啡。为了事后不让探员怀疑，还故意邀请了别的同学。只是约定的
时间要晚一些。等到新同学赶过来时，黛西便直接递了一杯咖啡，将他喊到了自己卧室里，并谎称要告诉他真相。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两人还没有聊上几句，新同学就全身瘫软不能动，就好像被黛西服了软骨散，没有任何力气控制身体。而这还只是黛西的第一步，他立刻拿起沙发上的手机，给探员打去电话。 Oh my god, please help me! My name is Emma Grossman. There's this girl, she's insane! I invited her over to come and have hot chocolate and she started a fire. She's attacking me. Please help me! 这下真给新同学整懵了，喝杯咖啡自己还被陷害放火。接着黛西先找出新同学的手机，确定手机没有任何证据后赶紧丢掉。随后他就拿出一瓶瓦斯触碰新同学指纹，然后将瓦斯丢在一旁，当成他放火的证据。解决完一切后，黛西转身离开。而此时的新同学还试图起身，可喝过调制后的咖啡只能全身瘫痪。另一边正在1楼的姑父听到孩子的哭声后焦急难安，他只能独自拖着受伤的腿，打算前往2楼婴儿床查看。尽管知道妻子今天带走了孩子，可作为父亲看着眼前的楼梯，他还是想上到2楼一探究竟。但他殊不知此时的黛西早已点燃家中的灶台，也将汽油铺满了大厅，就等着姑父去往2楼，这样他也不容易逃离。而黛西在准备完一切后，将汽油桶全部放到新同学边上。此时的姑父终于爬到婴儿房，直到看见床上的手机，这才知道孩子哭声是手机放的。此时黛西缓缓从身后走来，她嘲笑姑父智商堪忧，然而姑父在如何挣扎，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了。等到姑姑已经开车赶回家，只见黛西从伙食里跑了出来。黛西正想辩解一番，而姑姑早已猜到是她放的火，来不及跟她争论太多，姑姑不顾安全就冲进了屋里，而黛西也懒得解释了，只是来到了一旁的车子上，逗着自己的大表弟。而这场结局没有让黛西失望，姑姑在伙食里四处寻找，即便找到了躺下的姑父，可还是因为浓浓的烟雾昏迷过去。而屋外的黛西抱着表弟，等探员赶来时装作一副痛哭的样子。直到消防员们进去灭火时，黛西的另一个同学也赶到，这样便也能解决了探员会怀疑咖啡下毒的可能。而这场结局黛西大获全胜，她欺骗了所有的旁观者，甚至是社区里的阿姨，也要给她找一个新的收养家庭。听后的黛西赶紧一口答应。而接下来，你愿意收养黛西去你家吗？